家里破产后，婆婆为了赶我走，告诉尚在国外的陈卓远，我勾三搭四染上了艾滋。陈卓远一怒之下和我离了婚。病重的母亲也因为不想连累我从楼上一跃而下，为了复仇，我勾搭上了陈卓远的死对头。华丽包厢里，燕石叔摩挲着我的发，唇角微翘，陈卓远却红了眼。倩倩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我轻轻一笑，我要陈卓远和婆婆身败名裂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晚邮轮晚宴在南海，我来接你。收到燕石叔消息的时候，我刚换上燕石叔送来的礼服，看着镜子里华贵美艳的女人，我内心隐隐期待。和陈卓远离婚已有半年，听说他不久前刚刚回国，为了在国内站稳脚跟，这次晚宴他也一定会参加。离婚后第一次见面，我却和他的死对头燕石叔一同出席，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到了晚宴现场，如我想的一样，由于本次晚宴是燕家牵的头，京圈来了大半，其中大多数都认出了燕石叔身边的我。陈燕两家不仅在生意场上处处作对，又因为家里独子年纪相仿，时常被拿出来比较。如今看到我和燕石叔挽手进场的场面，瞬间就点燃了大家八卦的热情。我依靠着燕石叔，听着周围人的话，燕少厉害呀，圈里这么有名的高冷美女都被你拿下了。这些人笑着，趁陈卓远还没到场，说话肆无忌惮。前几天陈家那个项目给燕少你抢了，今天陈卓远再看到老婆在你身边，这不得气死啊！燕少不厚道啊！陈卓远刚回国就给人家情场商场双重打击。我和陈卓远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，更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曾经也算是圈里的一段佳话。不过之前的种种美好，也因为我家破产而消弭。婆婆为了赶我走，甚至不惜骗陈卓远，说我在国内染上了艾滋，说我心里没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其中一个肥腻的男人打量了我一下，眼里闪烁着些许欲望。不过这曾经的唐家大小姐也是出了名的美人一个，以前被陈卓远保护着也就罢了，如今被陈家抛弃，就再也不是什么高岭之花了。他对着燕石叔嘿嘿一笑，燕少，你玩够了，可别忘了兄弟们啊。出乎意外的，燕石叔的微笑僵硬了一瞬，随后脸色突兀冷了下来。不过没等他开口，周围的人又被门口的动静吸引了注意。陈氏集团的人来了，有好戏看了。陈卓远身姿卓越，我一眼便看见了他，也看见了他身后的李莲英，那是陈卓远的妈妈，我曾经的婆婆。这两人虽一前一后相隔较远，但脸色如出一辙的难看。我微微一笑，看来我给的消息很好的传到了陈卓远耳朵里。燕氏作为本次晚宴的牵头人，陈卓远是肯定要来打招呼的，而所有人似乎也在等待着，场面莫名有些微妙。陈卓远虽不明就里，但行至燕石叔身前，他就一切都懂了。唐倩，他表情一瞬怀疑，随后转变为惊讶。真是你？他瞥了眼我的礼裙，脸色难看。你这穿的是什么？你还知道廉耻吗？赶紧给我过来！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似笑非笑。我穿什么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忘记我们俩已经离婚？没有关系了。听到离婚两个字，陈卓远不由得回头看了李莲英一眼，眼底竟是埋怨。而后看到我和燕石叔相挽的手臂，他咬牙开口：倩倩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那你说来听听是什么误会？我不依不饶，想让他说个所以然来。听到我这么说，
周围人纷纷竖起了耳朵，人群甚至有了一些骚动。陈卓远当然不能在这样的场合下说出他妈的不是，一张脸红一阵青一阵。而他身后的李莲英倒是反应过来了，看到儿子这么难堪，直接冲到了我面前。能有什么误会？不就是你这个小贱人不自爱，趁着老公去国外深造，勾三搭四，不知检点也就罢了，还染上了脏病。他理直气壮，又对着晏石书说：“晏总洁身自好，可别被这狐狸精给骗了。”四周顿时哗然。我条件反射般看向晏石书，想看看他的反应，却只见他一张脸冷若寒霜。我心下明白，在八卦面前，大多数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。李莲英就是烂人一个。我要是跟他争辩，不仅没效果，反而要被他气死。我立马拿出手机，打开摄像头，对准了惺惺作态的李莲英。我确保自己的音量周围人能听见，直直望着他。如果你能保证你刚才所说的关于我的一切都是事实，那请你对着摄像头原封不动地再说一次。你敢讲，我就敢报警。似乎我从前伏低作小的样子给李莲英某种自信，面对这样的反差，他一下子怔愣住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依不饶。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敢说，那就证明你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当成傻子，而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对我的造谣和诽谤。李莲英对着摄像头，脸上难看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什么。见如此情景，陈卓远赶紧上前拉开了李莲英。妈，算了。李莲英像是找到了台阶下，到底做没做你自己心里有数，我才懒得跟你计较。晦气！面对这样没底气的话语，所有人再傻也明白过来了。李莲英这就是造谣，享受着周围人鄙夷目光的洗礼。李莲英脸一热，又挣开陈卓远的手，冲我而来。感觉到身边一动，晏石书默默地站在了我的身前。李莲英绕不开晏石书，只能用食指指着我威胁：“有种你就去报警啊！惹了我们陈家，你能不能好好走到警局门口都不一定。”晏石书一下就抓住了李莲英不安分的手腕，犹如死钳一般，痛得李莲英低呼出声。他看着李莲英，不屑极了：“谢谢你的提醒，不过有我在，今天晚上的监控一定能完完整整地送到警局。”我看着身前晏石书高大的背影，忽地有些怔愣。有了晏石书出面，李莲英再横也要给晏氏面子。陈卓远也是个明事理的，带着李莲英不情不愿地道了歉，就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看到李莲英吃瘪，我心情大好。不过这次只是让李莲英失了面子，还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，也抵消不了一丝他带给我的伤害。半年前，我为了给得了尿毒症的母亲治病，累垮了身子，两眼一黑，给自己送进了医院。李莲英得知消息后，立马来找了我。她甚至没有开口客套，就直接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。我虽然早有预料的，但依旧是一愣。李莲英似乎很满意我的表情，高昂着头，指了指协议上陈卓远俊秀的签名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”我内心顿痛，却依然牵强地扯起嘴角：“伯母，我这2年在陈家一直本本分分，没做过什么错事。你能不能看在我们2家认识这么久的份上，让我妈的治疗不要停？钱我会补上的。”李莲英厌恶地皱眉，直接打断了我的话：“早知道你和你妈一样是个病秧子，我就不该让卓远把你娶回来。我们陈家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，才招惹了你们2个扫把星，惹一身晦气。”他把笔和协议往床上一甩，赶紧签了。以后你们娘俩的死活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。我的笑容
顿时变得有些尴尬，只能抬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拿到想要的结果。李莲英连装都懒得装，提起包就走。谁知他从我病房走后，为了再气我妈，又把我累倒的消息添油加醋告诉了她。自从我爸车祸死后，我妈本就神经衰弱，时常都想跟着去了。现在知道我瞒着她这么辛苦，更是没了坚持的念头。没等我挽留，她从病房一跃而下，强忍悲伤处理完我妈的后事。我又接到了陈卓远的电话：“唐倩，要不是我妈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趁我不在国内玩的那么花，还让自己染上了艾滋病。”“什么？我没有啊！你以后别再打给我了。”电话挂断后，我再也没能打进去，尝试了所有联系方式，也统统被拉黑。多重的打击让我大病一场。清醒后，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：我要让李莲英付出代价。趁着晏石叔忙于应酬，我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的身边。待到身后喧嚣尽散，我等到了我想等的人。来人是陈氏集团的财务老主任，和陈卓远相处这么久，又在陈家待了些时日，我自然也知道一些陈氏的秘辛。其中这位老主任就深受陈氏所害，刚开始只是帮李莲英做些常事，后因能力出众，被李莲英逼迫去做了不少明面上不能做的脏事。只要他一有退出的想法，李莲英就会拿他家人做威胁，让他苦不堪言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即便是说出了他被威胁的事，他也依然无法相信孤苦无依的我。但是现在大不一样了，刚刚的事你看到了吧？我看着这位深受其害的女性，开口甚至有些激动。看到了，没想到你能找到晏氏撑腰。他声线有些颤抖，亦有些期待。晏氏和陈家本就是敌对关系，我们想要报复陈家，理论上于晏氏是有大义的，他们没有理由不帮我们。老主任的眼睛亮了亮，像是黑夜里迷惘久了，忽地看到了路灯。半晌他才开口：“我同意和你合作，我会给你陈氏偷税漏税的证据，只求你保护好我的家人。”我深知家人的重要，上前握住了他的手，坚定地点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”从我以一首悠扬的小提琴曲吸引到晏石叔那天起，我就决定好好利用晏家和陈家的矛盾，做我想做的事。有了晏家在背后操作，陈氏偷税漏税的消息在周六的早上以豹字为后缀登上了热搜。陈氏集团不仅缴纳不少税，连股票也大跌特跌，仿佛一日之间，陈氏集团就到了人人喊打、岌岌可危的地步。李莲英找不到老主任，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消息，知道背后有我的手笔，开始疯狂拨打我的电话，打不通，又编辑了不少短信谩骂。我把手机一翻，倒扣在桌上，并不想搭理他。桌对面的私家侦探看到我的举动，明白了七七八八，掩嘴偷笑：“别笑了，关于我爸的车祸，你查到多少？”侦探一下子正色了不少。当年您父亲车祸去世以后，唐家没有主心骨，公司被手底下的一众高层迅速瓜分。我从这方面入手，果然查到了一个人。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，有些凝重地开口：“他叫王浩，当年收了不少陈家的好处。你爸出事后，他的反应也是最迅速的，就像是……”他偷偷观察了一下我的脸色，才继续：“就像是早就知道你爸会出事一样。”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当一条条线索浮现出来以后，其实我早也猜出了大概。将牛皮纸袋收好，我手指轻敲桌面。其实王浩是我最早怀疑的对象，他是从给我爸当司机一步一步走上去的，不仅了解公司业务，更是了解我爸的出行习惯。
这样的人被有心之人盯上太正常了。不过我并不担心他不帮我指证李莲英，反而开始庆幸自己的疑心，因为从我怀疑他开始，我就已经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。对了，我让你查的那块地怎么样了？在我家里没出事时，我的父母曾在我10岁生日时送了我一块地皮，后面很多事接踵而至，我也没有仔细想这件事，只依稀记得那块地皮在城西。查到了，您名下确实有块地皮。我有些激动，是我猜的那块地皮吗？年轻侦探肯定地点点头，刚想继续说些什么，就被人打断了。倩倩，能和我单独聊聊吗？陈卓远似乎是跑过来的，额间还有些许汗。我让侦探先走，陈卓远顺势坐在了对面，面对着这个曾经在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。我内心五味杂陈。倩倩，我陈卓远是对不起你，可你有必要这样对我们家吗？我听后冷笑，即使这么久没见，陈卓远开口的第一句话依然是他们家的事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妈为了收购唐家害死了我爸，又为了赶走我逼死了我妈，你还觉得没必要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陈卓远有些急眼，难以置信。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？你是不是被燕石叔骗了？他急得抓住了我放在桌上的手。倩倩，燕石叔他就是利用你，我才是对你最好的人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来对付我们陈家呢？我果断地抽出了手。你错了，不是燕石叔利用我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说是我利用他才对。还有，我早就不是你们陈家人了，人往高处走，知道吗？这句话还是你妈教我的。陈卓远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终转为愤怒。唐倩，没想到你是这样势利眼的人。听到这没头脑的话，我气急。我势利眼又怎么样？我就是看上了燕石叔的身份地位，又能怎么样？不想再和陈卓远过多争辩，我索性承认了。既然两人理念不合，那就根本没有谈下去的必要。我拿起包准备离开，却在隔壁桌看到另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燕石叔不知坐了多久，更不知听见了多少。我蓦然心悸，陈卓远看不懂我们之间的气氛，狠狠瞪了我们两人一眼，开口嘲讽：“你们俩还真是形影不离。”随后像是看到什么晦气的东西一样，疾步走了。燕石叔没有在意陈卓远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黝黑的瞳仁如深潭，像是一眼望不到底。你怎么在这？我试探着开口。我派去陈家盯梢的人告诉我，陈卓远气势汹汹地出门了，刚好我在这附近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我尴尬，刚刚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听见多少？不多。从你说利用我开始。燕石叔依旧淡淡地看着我，眼里已没有曾经的温情。我暗骂一声陈卓远坏事，心一横，对不起，我确实是为了对付陈家，利用了你。燕石叔眼神示意我继续。陈家害了我全家，我想复仇，但是你也知道我没钱没背景，想要对付陈家，就必须要找一个靠山，所以你的选择是我。我点点头，装模作样的挤出2滴泪，希望能让燕石叔心软。石叔，你对我真的很好，我也一直对你很愧疚，但我没办法。我一闭眼，我就能看到我爸妈惨死的模样。见燕石叔没有再开口，我又乘胜追击。我知道对不起你，但我在城西有块地皮，正是陈家想开发度假村的那块。我知道你们燕家也想要，只不过碍于陈家这次关系硬，一直没有机会。我试探性地伸出手，想像以前那样牵住燕石叔，只要你不放弃我，我可以把地皮卖给燕氏，让陈家捞不到一点好处。燕石叔一僵，把手收回。所以这也是你对付陈家的一步是吗？
陈家现在所有人就念着这个项目重整旗鼓，要是被燕氏拿下，那陈家就真的没救了。他似乎想通了什么，唐倩，你把自己摘得真干净，到最后也只是燕家和陈家结仇。我不为所动，从和陈卓远离婚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可以是假的，但共同利益永远是真的。合作吧，石叔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。燕石叔愣了一瞬，反而笑了，像是看到自己赡养的狼狗对着别人露出尖利爪牙的骄傲。他伸出手示意我牵上。走吧。去哪？我问。回家。暂时和燕石叔达成一致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但却没有闲下来。接下来还需要努力收集证据，直至把李莲英打进无尽地狱，才能消我新仇旧恨。滴滴，我收到一条高利贷大哥发来的消息：妹子，你介绍的这单生意真肥呀！这个叫王浩的人不仅之前找我们借了不少钱，现在已经在我们这里把房子抵掉了，给你转个中介费，下次有这样的赌徒还可以介绍给大哥哈。我并没有收这笔钱，反手拨通了王浩的电话。王浩欠赌债是我2个月前知道的，本来他还可以及时收手，但人就是这样，欠的钱越多就越想回本，再加上我给他送上门的钱，他更是控制不住。这次不仅输得彻底，更是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多半享受着高利贷天天上门的骚扰吧。如我想的那样，王浩鬼鬼祟祟的，顶着2个青黑色的眼圈就来找我了。一看清我，他瞬间激动无比。倩倩，你一定要救救王叔啊！我都快被那些人给打死了。正在这时，我手机响了起来，一看是李莲英打来的，我心道真巧，破天荒地接通了他的电话。对面似乎没料到我会接，愣了一瞬，破口大骂：唐倩，你个没良心的糟蹄子，你还好意思接我电话？你最好跟我小心一点，你知道惹到我们陈家是什么下场吗？我掏掏耳朵，漫不经心，现在的陈家任谁都能踩上一脚的街边老鼠罢了。李莲英气炸，尖叫一声：你这个贱人，你除了靠男人你还会做什么？我听了想笑，狠狠点头：是呀是呀，我就是喜欢靠男人啊，你说是吧，王浩叔叔？被点名的王浩一愣，啊了一声，被李莲英听见了。什么？你说哪个王浩？你身边的是谁？你还想干什么？唐倩，你……没等李莲英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一想到李莲英今晚恐怕睡不着了，我就开心。王浩看着笑意盈盈的我，不明所以。我敛了笑容：我爸的车祸是你和李莲英搞的鬼吧？哐当一声，王浩摔在了地上，面色惊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我摆摆手，不想听他狡辩。别怕，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，相反，我可以帮你还钱，只需要你要把李莲英害我爸的证据给我，并且帮我指证李莲英。王浩听后连连挥手：我不行啊，我要是指证了他，我就该去坐牢了。我早就料到他的顾忌，又开口：那你觉得坐几年牢好，还是天天挨打好？还是你想被拉去卖器官还债？我眼睛一转，继续劝导：你不是主谋，又是自首加戴罪立功，判不了多久，等你出来，我还会单独给你一笔钱生活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就知道怎么样划算。王浩眼睛一亮，他念上来，疯狂点头。为了防止他反悔，我掏出提前准备好的协议和笔。你也别想背刺我去找陈家，一来他们自顾不暇，帮不了你；二来你也知道李莲英的为人，他可不像我这样善良。王浩怎会不懂我的暗示？他正是见识过李莲英手段的人。只见他急忙擦擦手，赶紧站起身，忙不迭地签字盖手印。
解决了这件大事，我内心安定。我明白李莲英已经无力回天，接下来我只需要等着亲眼着看李莲英从天堂掉进泥地里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尚在接受整顿的陈家居然还敢顶风作案。原本出门准备找王浩拿证据的我，被身前飞驰而过的面包车带走，只记得口鼻被捂住，不知道吸入了什么，我两眼一黑就昏过去了。直到我清醒，我才看清绑我的人是李莲英。他见我醒了，恶狠狠地走过来，抬起一脚就踹在了我身上。我手脚被捆在椅子上，这一脚力度极大，我整个人都随着椅子倒在了地上。面对这陌生的环境，我内心升起一丝恐慌。我想到李莲英有可能会破罐子破摔，平日里素来谨慎，却没想到她居然无法无天到白日里救路人。李莲英又上前补了我两脚，等到解气了些，才让人把我扶起来。小贱蹄子，真以为老娘拿你没办法？他整了一下衣摆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？卖燕家地皮，让王浩那个孬种指认我？你以为这样就能搞垮我？”他咧嘴一笑，笑得夸张天真。你太天真了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今天你死了，王浩就没有必要来得罪我，甚至还要来抱我的大腿。而你那块地皮，我总有办法弄到手。随着李莲英的话，我的心寸寸冰凉。你这么做，就不怕陈卓远恨你？我反手被绑，开口转移李莲英的注意力的同时，默默用右手伸进左手袖口，那里有一个验尸叔给我的定位报警器。平时我并没有打开定位，是因为不想让验尸叔知道我在干什么，而如今却只能寄希望在这上面。我摸索着打开了定位，并按下了静音报警键。他不会知道的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以为你是意外死亡，就跟你那个短命的爸一样。本来我也想放你一马，谁知道你根本不惜命，不断挑战我的底线。他目眦欲裂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他激动的又是几脚踹到我身上，边踹还边念叨：“都是你自找的，你自找的，让你惹我，让你惹我。”我被踢得喉头腥甜，血气上涌，但我依旧强撑一口气，不断开口与李莲英争辩，想为自己争取到时间，增加活命的几率。我咬牙承受着李莲英的怒火，直到实在坚持不住，眼神涣散的一瞬间，我好像看到验尸叔带着一群穿着藏蓝色制服的人冲了进来。那一瞬间我安心极了，可能是想到尘埃落定，我两眼一闭，睡了好几天。那天以后，李莲英被关进了看守所，接受审查。刚开始是按故意伤害的罪名进去的，按道理来说只能判几年，但是经过我和王浩的帮助，李莲英数罪并罚，死刑是避免不了了。任他再横，也无力回天。在看守所的时候，李莲英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多次与里面的同舱人员发生冲突。他不愿意干活，洗东西一定要用热水，引起了大多数人的不满，大大小小的亏吃了无数，天天以泪洗面，嘴里不断念叨的都是要杀了我。管教民警教育他，让他遵守里面的制度，他也不听，整日以死相逼。有次急眼了，真的撞在墙上，头一歪就一动不动了。即便是医生当时就到场了，也是无力回天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除了活该没什么好说的，但这个消息对于陈卓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，愣是缓了好几天都没见人。后来陈氏彻底垮台，陈卓远只能回到国外去，在那里他尚有一点资本。出国之前，他多次来找我，说是想道歉，并愿意补偿我些什么。我拒绝了，
从始至终没有见他。既然天意让我和他成了这样，那就算了，没有缘就是没有缘，何必互相纠缠，耽误时间。答应验石叔的地皮我给了，验石叔却没有要，只是问我今后什么打算。其实我们两个心里都清楚，尘埃落定了，我们这对情侣也该散伙了。我好说歹说，还是把地皮给了他，他没再推辞，给了我远超市场的价格，我也没客气。毕竟为了达到目的，我可是挨了好毒的一顿打呢。能下床以后，我第一时间回到和验石叔居住的别墅，着手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验石叔却叫住了我，他告诉我，其实他不是前几个月才看上我的，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还在读书，那时我还是音乐系的才女，而他只是众多暗恋我的人之一。我陪他喝了一晚上的酒，还是拒绝了他，没有留下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打算拿着自己的钱去见见世界，去追求新的缘分，和我糟糕的过去彻底道别。我想我的父母在天有眼，应该也是支持我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